大家好，我是主播 Ava，以下是12月5日的视频新闻报道。乔治·斯特雷特启发的退伍军人艺术展在拉斯维加斯大道开幕。记者陈峰报道，以乡村音乐传奇乔治·斯特雷特 （George Strait） 经典歌曲为灵感的艺术展览，近日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的方登兰酒店 Fontainebleau 正式开幕，展示了13名受伤退伍军人的艺术作品。此次名为我希望我能说与牛仔与梦想家的疗愈之旅 Wish I Could Say A Journey of Healing with Cowboys and Dreamers 的展览，以斯特雷特的新专辑《牛仔与梦想家》中的歌曲为主题，每首歌曲与一件个性化艺术作品相对应，创作者将空白吉他作为画布，将旋律转化为独特的视觉表达。这些退伍军人透过艺术表达他们在战后生活中的挑战与疗愈过程。展览的目的不仅是为退伍军人提供一个分享经历的平台，还希望引起公众对退伍军人心理健康问题的关注。该展览将持续到年底，主办方鼓励公众前来参观，并向那些曾为国家奉献的英雄们致以敬意。这场艺术与音乐的结合，为拉斯维加斯增添了一抹感人的色彩。MGM 赌场度假村提高停车与度假费用。记者陈峰报道，拉斯维加斯大道最大赌场运营商 MGM Resorts International 宣布，将于本周三12月6日起提高停车费和度假费的收费标准。此调整将适用于旗下所有位于拉斯维加斯大道的物业。根据 MGM Resorts 的公告，新的收费标准将涵盖自助停车、代客泊车以及酒店度假设施使用费。公司表示，调整是为了应对运营成本的上涨，同时保证为客人提供高品质的服务体验。调整后的费用将反映在所有新预订的房间和停车服务中，已经预订的客人不受影响。此变动引发了一些游客和当地居民的不满，他们认为高昂的停车与度假费用可能会降低游客对拉斯维加斯的吸引力。然而 ，MGM Resorts 则强调，这些收费将帮助公司进一步投资于设施的改善以及提供更全面的客户服务。作为拉斯维加斯主要赌场集团之一， MGM Resorts 旗下的物业包括 Bellagio、MGM Grand、ARIA 等知名酒店。此次收费调整可能会对游客计划和当地经济产生一定影响。北拉斯维加斯大道度假村项目获批准。记者陈峰报道，克拉克县委员会于本周三12月4日一致批准了一项位于北拉斯维加斯大道的大型度假村项目，允许其进行建设。该项目将包括一座高度达752英尺的综合建筑，内含2605个酒店与公寓单位，以及一座可容纳18000人的 NBA 标准场馆。根据开发计划，该项目旨在成为北大道的一个新地标，吸引更多游客和大型活动进驻。场馆设计为多功能用途，除了篮球赛事外，还可举办音乐会和其他大型活动，进一步提升拉斯维加斯的吸引力。该计划由一家未公开名称的开发商主导，项目地点靠近多个知名度假村。建设预计在获得所有必要的建筑许可后，于2025年初展开，并于2030年前完成。县委员会成员表示，这一项目不仅将促进当地经济增长，还将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然而，也有居民对潜在的交通问题和建设期间的扰民表示担忧。开发商承诺将采取措施，减少对周边社区的影响。本报营运完全靠广告费用资助，除了平面报纸之外，全方位电子融媒体推广，包括网站、广大微信群、YouTube 所有的社交媒体。欢迎订阅，请按铃铛、转播、按赞。以下近10秒的广告，更多的新闻马上回来。215公路 Summerlin 路段将全面封闭一周末。记者陈峰报道，位于 Summerlin 地区的一段215环状公路将于下周末进行全天候封闭，预计对当地通勤产生重大影响。根据克拉克县公共工程部的公告，封闭路段为 Charleston Boulevard 至 Sahara Avenue 之间，封闭时间从12月13日星期五晚间8点开始，至12月16日星期一凌晨5点结束。此次封闭的主要目的是为进行桥梁维修与路面改善工程，以提升行车安全与道路品质。公共工程部提醒驾驶者提前规划行程，
建议使用替代路线如 Desert Inn Road 和 Flamingo Road。当地居民对于封闭计划表示支持，但也有部分人担忧封路将导致交通拥堵，特别是在假日购物和活动高峰期间。县政府承诺将安排交通指挥人员和设置明确的引导标志，以减少对驾驶者的不便。215环状公路是拉斯维加斯地区的重要交通动脉，此次工程被视为长期基础设施改善计划的一部分，旨在应对不断增长的交通需求，并提升驾驶体验。500万美元购入 Sam Boyd 体育场，克拉克郡接手管理。记者陈峰报道。拉斯维加斯消息，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 UNLV 董事会近日批准了一项协议，将 Sam Boyd 体育场以500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克拉克郡。这座占地69英亩的体育场曾是 UNLV 叛军足球队的主场，但自 Allegiant 体育场启用后已不再使用。克拉克郡计划接管 Sam Boyd 体育场后，将其用于未来的公共用途，例如大型活动或社区聚会。该交易不仅有助于减轻 UNLV 在维护和管理体育场方面的财务负担，也为克拉克郡提供了更多发展选择。UNLV 官员表示，此次交易标志着学校资产管理的重大转变，能让学校专注于教育与研究的核心使命。克拉克郡官员则强调，这将为当地经济和社区发展带来长期利益。该协议仍需进一步完成法律手续，预计在未来几个月内正式生效。Sam Boyd 体育场于1971年启用，承载了超过半个世纪的体育与娱乐活动，对当地居民来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加州节水或可为米德湖 Lake Mead 增加16英尺水位。记者陈峰报道。加州 California 近2年来的节水努力已取得显著成效，官方表示，这些节省的水量足以将米德湖 Lake Mead 的水位提升多达16英尺。米德湖是南内华达州 Southern Nevada 的重要水源，但2年前曾因干旱达到历史最低水位，引发当地居民和政府的高度关注。加州水资源管理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Water Resources 指出，透过实施严格的用水限制、推行节水技术以及加强公共意识教育，加州成功减少了大量的水资源消耗。这些节水成果将透过科罗拉多和 Colorado River 分配，对米德湖的补充发挥关键作用。米德湖的水位上升对南内华达州和周边地区意义重大，因为它不仅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饮用水来源，也支持着农业灌溉和水力发电。南内华达水务局 Southern Nevada Water Authority 官员表示，这一进展不仅反映了区域合作的重要性，也为解决西部干旱问题带来了希望。尽管如此，专家提醒，气候变迁和持续干旱仍是长期挑战，各州需继续推动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以确保未来供水稳定。